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在婚姻和爱情当中，没有纯粹的赢家或输家，只会是双赢或双输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保卫战其实保卫的是那个最值得被爱的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婚姻的终极浪漫其实是将我们平凡的日子能够酝酿成醇厚的美酒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。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婚姻如熬汤，火候总比胜负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丙先生47岁，来自河北，司机；江女士42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太懒惰了，不赚钱还不顾家。我觉得对我要求太多了。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希望他能踏实的出去找个工作，然后多顾家，少和朋友出去玩。多信任我，多理解我，站在我的角度思考。欢迎大家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您2位是为何而来。我现在对他没有任何的信任感，我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，然后我一说多了他就嫌我磨叨，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进去，最后呢我俩呢就沟通不下去了，一直就冷战10多天，我俩就谁也不和谁说话。您2位是结婚多长时间呀？结婚有22年了。22年，老夫老妻了是吧？对。孩子多大呀？2个孩子，一个孩子现在是在咱们天津上大学，还有一个孩子是在河北高碑店上那个高中。那基本可能陪伴你们俩的时间就很少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一直在住校。那说说沟通不了的都有啥事儿吧？比如说之前呢，我们在北京生活了也有20多年，之前孩子也小，那段时间跟老人一起居住，没有买房子，一直是租房住，租的都是平房。有一个晚上挺晚的，刮大风，忽然有一声就咕咚一声，特别特别响。我说你起来去看一下，咱们拿到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什么危险？他可倒好，说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那么大风，你让我出去，我怎么出去？你就不怕那个东西掉下来砸着我？我不是说让你非得出去，你就开门，你看一下，到底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就得必须得听你的，你就是老是这样。你不是说得听我的？那你说那个东西你掉下来那么大声音啊，咱俩不出去看一眼，你说晚上睡觉就睡不踏实，老想着这个事儿。风小了，我再出去不行吗？或者风停了，刮那么大风，我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最后我俩吵吵的声音比较大一些，给老头老太太嚷起来了，结果他俩出去了。你说犯上犯不上？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我让你出去你就出去看一眼，你那何至于让他们出去呢？哎呀妈呀，你俩是3岁大的孩子们，俩人因为这事儿还吵一架。还有，我就觉得他这人就是心眼儿特别小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心，脾气还大。有一回吧，换季了，我说给孩子出去啊买身衣服，他说那我跟你去吧，我就在商场门口等着他。他呢走道呢就把脚给崴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事儿，脸拉着的特别长，眉头紧锁，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事儿，然后我也没问他。我就跟他挑衣服呗，他呢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子不是脸子，就冲我发脾气。平常老说我这也不管那也不管，给孩子买衣服，我跟你去一趟吧，掏钱什么的。你说你家门口有，就非得跑那老远去买去，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？不知道孩子的需求是什么？上那个商场正赶上换季打折。再说远的有多远？那你是你自己走路，你崴了脚。远的话，他能崴着我脚？不是，你说你自己崴脚，你还赖着我了。好几天又上不了班，这崴了脚。到门口那商场就崴不了脚了，是吧？对呀，那离得近啊。就除了这种崴脚啊，什么出去看看东西掉没掉啊，这有大事儿吗？之前的工作呀，这个工作干2天不干了，瞅人家老板来气了；那个工作呢，干了3、4天。哎，又不干了，说人给脸子了，3天打鱼2天晒网的。不是我不干，你说1个月给那点钱，净是事儿。我拿1尊登卡扣你50，这个事儿没弄明白扣你100，我挣多钱呢，我伺候他们。后来呢，听朋友说跑滴滴挣钱，1个月呢能挣个1万多、2万多。他说的不行，我跑滴滴去跟朋友。我说那也行，这回你自己当老板了，你也不用看人脸色，这也挺好的，也知道挣钱了。哎，这家倒好，
这滴滴一跑，我是人人见不着，钱也见不着了。我们住的呀，就是稍微偏一点，单呢也比较少，市里单呢比较多。然后就跟朋友呢在市里那边一起合租了一个小房子，一人就摊600多块钱。然后这样就长期不回家了。我说不回家也行，给我钱呢？一问钱呢？吃饭了，加油了。那我那钱给谁了？人家一跑就能挣个1万多2万多，你说你给这钱500、800，你说够家里用吗？我每天也10个多小时以上啊。哎，你每周大概给家里交多少钱呀？怎么说呢？单多跑得多你就挣得多嘛。啊，我明白。那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是平均呢，咱取个中间值。我那个正常的流水啊，我一个月能达到应该是7、8千块钱左右。但我就觉得跟人家说的不太一样，对，不是老师，因为他平时就是老是跟人家朋友出去吃啊、喝啊、玩牌还我就怀疑他这个钱呢，就是跟人去玩去了。后来我俩因为这个事儿吧，也经常吵架。他这个滴滴呢，干了能有2年的时间。哎呀，老开车腰也疼，不好跑，那就不干。我说不干就不干。后来又听朋友说呢，说开大车挣钱。哎，我说那也行，那完了更不回家了，更见不着人了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开大车呢，前几个月还好一点，是往家里啊还交一些钱。但是呢，有一回呢，就是到号开工资，他就这边没动静，然后我就问他，他说老板说有事儿，晚几天再开。我说行。然后过了1个星期，我又问他，他说的没开。然后我就给老板打电话，老板说这工资早就开了。然后我就问他钱呢？他说钱给他父母了。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又吵了一架。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我没跟他解释过。这些年呀，我父母对我们确实是操心操的比较多，金钱方面啊，身体方面都是。我妈也70了，那年过生日，我表孝心，但是我没敢跟她说，没敢跟她说。不是你有什么不敢跟我说的呢？我跟她说的话，跟我说了，我还能不让你给吗？我跟她说的话，我就怕她又跟我这个那个这个的，我就自己做主，给了我妈几千块钱。他给父母钱是一次还是经常性的？不是经常性的。那一次偶然的很正常啊。妈妈70大寿。但是我不相信他呀。但是您这一点应该相信自己的妻子啊。如果您跟他商量，我想您肯定会同意，而且2个人一起。对，他也没跟我说实话，然后我问他，他才说。最后呢，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他。哎，你不是老怀疑他，不管是赚了钱还是给父母钱，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借口，其实是和朋友吃喝玩乐去了。对对。你估计他每个月用于吃喝玩乐占他收入的多少？我感觉得占60%。吃喝吧，我觉得是小钱。他呢，经常跟他们出去玩牌。你这个玩牌，你说输赢这个哪好说呀？他就是老不相信我。不是你有证据吗？你发现过吗？朋友老找他呀，他跟朋友出去。搁外边穷大方的，吃的喝的基本都是他花钱。哎，你这些根据都是从哪儿来的？60%不少呢，这。对啊，因为我经常看不着他的钱呢，然后经常有朋友去找他，而且他那些朋友呢，有的就是很不着调。那你说你接触这样的人，那我那心里能没有想法吗？我就是老是怀疑他。所以你其实只是说没有任何的证据，就是完全凭自己对于他身边朋友的一些了解，然后这样的猜测。对，我经常就这么猜测的，然后对他就是一点都没有信任。老猜确实是对。做丈夫的，您此刻扪心自问，他说您60%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占多少？您今天告诉我们。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。我每个月就是说开大车的话，现在也是7、8块钱左右的工资，现在也是。去玩有多少时间？哪有什么时间玩？就是有时候休息的时候，或者是说的放假了，有可能是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啊，正常的社交活动嘛。这一点我相信，因为我有开大车的朋友。真的，这个是不是由他时间不由他说了算的？所以现在就像常远老师演出一样，不由你说了算。对。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夫妻就这个财务问题是相互彼此不信任，这是一个现在最大的矛盾了。那除了这个最大的矛盾之外，你们其他的问题上还有特别大的矛盾和分歧吗？就是说开大车吧，开了1年，他的意思就是洗澡贪黑，然后呢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就是说这个工作又不干了，现在目前就是在家玩玩手机。再一个朋友一叫就和朋友又出去了吃喝玩，然后我就经常说他，因为2个孩子都已经大了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每个孩子的学费呢1年都是2万多，然后家里呢还有什么租房的费用、水费、电费、生活费，他什么都不管。现在就是有老人呐都帮衬着，孩子的费用呢老人都出。
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连孩子上学都负担不起。就这种情况，我说你别在家待着，你休息几天行，我理解。但是你后期你赶紧就是找工作上班去。我一直在出去找。你哪出去了？你就是跟朋友去喝。我在网上找。那我找工作，我不得找朋友说的，我们都是一个圈里的，说介绍互相介绍哪儿好或怎么着的。这些情况我跟你说了，你根本不听，你也不理解呀。我理解你。那你说你体谅过我吗？你说我跟你奔波了20多年啊，一直在外边租房子住，连一个固定的家都没有。怎么没家了？你睡马路上去了吗？难道？不是睡马路上，那我想要一个固定的家。你说孩子这么大了，一直跟我们四处奔波，小学在北京这边上的，然后上到一半呢，因为我们是外地户口，将来高考的情况下都得回老家。然后为了孩子呢，我们就把户口呢转河北这边来了，中学、高中都在河北，又是高碑店，又是河北保定这边。你买房子，咱现在买不起，根本就。再说了，咱老家有房子，将来咱俩把孩子养大了，他俩成人了，咱就回老家就完了。这件事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就老是不理解，老是拿这事儿做。所以现在矛盾又升级了。之前是因为有工作，这钱不知道到底挣多少是矛盾，现在是干脆得工作都没了，然后呢，这矛盾就更大了。对呀，孩子月月得要钱吧，得吃得喝吧，你上着学，然后你说他也不着急，然后呢？我这一气之下呢，我说那你在家待着也行，那我也不上班了啊，我就把工作也给辞了，因为我跟他啥逻辑？都辞了，那你们俩吃啥喝啥，孩子吃啥喝啥呀？啃老。这里有一点，他就是没有钱了，然后就管父母要钱吗？你看，不是，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吗？一上来他们俩说那问题，半夜外边响了，他们俩人都不起来，就是爸妈，然后爸妈起来，就跟他俩现在较劲辞职是一个道理的。反正有人拖着，对吧？这个女方辞职之前1个月多少钱啊？我说做销售的，然后工资不固定，平均也就4、5千块钱。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个也挺牛的。4、5千说我不要这钱就不要，就跟你置气，然后这1年5、6万的收入我就不要了。他就是特别任性，他就是特别任性。俩人就吊着劲儿呗，你躺平我也躺平，凭啥一个人躺平对吧？哎，你要干嘛我也得干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偶尔做一下兼职，辞职当时也是赌气也生气，然后我那工作呢也不太好干。现在找工作也能找，我希望找个就是说能稳定一点的，然后就是说工资稍微能达到我心目中。他这种想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小钱看不上，大钱呢还挣不着。他一说这事儿呢，我就更生气。就是现在是租房住啊，对，一直就是租房住。租房住，2个孩子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大学。对，上大学的肯定就不一块住了，对吧？对。老人跟你们一块租房子住？老人就是之前孩子小帮我们照顾，然后租房住。然后后来呢，孩子大一大了，他们就跟我们分开了。那这么多年，2位有存款吗？养了2个孩子，没有存款。你们有欠款吗？车贷每月3000多。还有欠款吗？这就没什么了。再说，还有欠款吗？啊，这就没什么了。你欠父母的不叫欠，不用还，所以他觉得不是吗？不用还是吧？每个月父母给孩子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不知道，他们就转给孩子钱了。你想，一个孩子学费2万，光这个费用将近就5万块，都是父母出。每个月还有一些生活费，对呀，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了呀。所以先生是有一个算法，不着急，对不对？不是不着急，我一把来个大的，所以这底气在哪儿？在父母那儿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质疑你，你给过父母钱吗？你哪有这份心给啊？刚才说了就给过1次嘛，对，给过吗？那次我都怀疑，啊，说不定是玩孩子了。点在这儿呢，为什么妻子一直说怀疑呢？对，为什么不符合逻辑啊？习惯的向父母要钱，怎么突然某一天给父母钱了？良心发现了。哎，就你们俩这个个人的价值观，你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是？这个教育问题更别提了。我说孩子，我说你们好好学，然后呢，将来呢有一个好的发展。你不要像我们俩这样，其实也就这样了，到处奔波。你们将来呢好好发展，有一个固定的居所。他就不同意，他说身心健康、平安长大就行了，就学得好学得坏无所谓。那是你想让他怎么样？你想让当市长就当市长了？不是这么说。那你说你给孩子，你不得灌输一个好的思想吗？你有个身体我这边给打气，他那边给泄气。你说这孩子怎么想？那丈夫现在对孩子的发展满意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这俩孩子都可以。他是按照您的那个希望，就是健康长大就好的吗？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？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，都挺自立自强，挺懂事的都。那您认同您爱人对孩子的教育吗？
我觉得他就有点太苛刻了。你又觉得俩孩子好，你又不管，你又不认同他对两个孩子的教育跟帮助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呢？我不是说不认同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老嘚啵他了，你必须得达到什么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这么想。他就嫌我磨叨，对我就是太磨叨了。他孩子跟你关系好吗？挺尊重我的，跟他也没有什么话也比较少。俩男孩女孩啊？老大是女孩，老二是那个男孩。哦，今儿来我们爱情保卫战，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？你们说说你们的诉求。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沟通，经常就是沟通不下去，经常冷战，10天半拉月的，我俩也就不说话。怎么样呢？才能缓和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氛围？然后呢，也能让他积极向上一点。最起码咱们踏实的找一个工作。不要天天在家，就然后跟朋友出去吃啊喝啊。好，听听丈夫有啥诉求，您有啥诉求？我就想让他呀，多理解理解我，少跟我磨叨磨叨。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个儿心里知道。他就是老认为我。说不顾家不什么，我背后的付出也很多，我是这意思，我就跟他对啊，我跟他很难沟通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。这司机这职业，你就是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，一天开几个小时车，或者是10个小时车的话，年复年，日复一日的话，得有多累？然后就是说你在外面奔奔波波的，到家里连个热乎脸都没有，热乎饭都没有，就是老是对你不停的抱怨，对你不停的这种要求。然后你说你是什么心情？最可怕的就是沟通不了，因为你说什么都不信的话，你说什么呀？干脆就不如不说，就这样。就俩人都一肚子的委屈，都不知道怎么沟通，然后还经常冷战。家庭是2个人的家庭，所以这个家庭是需要你们2个人共同去扛的。但是您看到，妻子变成了一个怨妇，丈夫变成了一个懒夫。我们说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家庭责任感，那可以说他折射出的骨子里的那就是自私。但是这一位丈夫，我们看到了他懒的一面，我们也要看到他挣扎着努力着为这个家赚钱的一面。他在挣扎着努力的时候，你是以怎样的一种眼光，怎样的一种心态在看他的？他干一行，你抱怨一行。看到他辛辛苦苦的千里之途开大车，连一餐日饭都吃不上，安慰过他吗？呵护过他吗？婚姻有时候岌岌可危，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。他会在这样的抱怨当中更加的破罐破摔。我就这么了，反正在你眼里我没得好，我就躺家里，你又怎么了？您倒好，你也躺家里了。2个孩子真不想看到2个在家里躺平的父母，才40来岁的父母躺平，你们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。你们想不想孩子以后好？如果想孩子以后好，你们2个人就现在好。说实话，你俩我都不关心，我是真心疼父母。70岁了，70古来稀的老人了，每年拿出这么多钱贴你们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丈夫把妻子当保姆，看好孩子就行了；妻子把丈夫当赚钱工具。什么你下班回来累不累，开完大车辛不辛苦，你把钱给我，给少了我就生气，你是我的赚钱工具，你是个工具人，谁关心你的在外边的冷暖啊？把钱交上来就行。谁关心你累不累，需不需要跟朋友吃饭聊天玩一下休息休息啊？那个钱应该给我。这就是你俩心底的底色。我其实都不想说你俩，不想骂你俩，反正孩子也大了是吧？一个也上大学，另一个也快考大学了，人家2个脱离了你们之后反而会过得更好。我是真的心疼这对老人。所以如果说想要你们的晚年生活啊，活得有尊严，被儿女尊重，我觉得任何时刻去改变自己的状态都不晚。既然你们愿意来，还是希望生活更幸福一点，对吧？你们应该认清自己哪里有问题。你们不幸福，不怪任何人，怪自己。所以你不要去责怪他，你自己好好去赚钱。你才42岁，你去成长了自己，你去赚了钱，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。
这才是榜样。你盯着他干嘛呢？丈夫也一样啊，懒到家。为啥那么懒？你有一双好父母。咱既然站在这儿70男儿，我觉得以后的人生你还是要戳在那儿像个样。你爸妈再过几年更老了，他们真的需要人照顾了，你有能力吗？他们生病了，你有钱给他们看病吗？他们可是把自己的钱都掏出来养你们的孩子了。抓紧时间去工作，不管你是开大车还是开网约车，拿到手的钱是最重要的。你们成熟一点，独立一点，你们的生活就会幸福起来，好吧？两个啃老的人就不要在这儿互相指责了。江女士啊，我听说那个销售赚的可多了，1个月4、5万了，您怎么才4、5千呢？他也不完全都这样。为啥拿别人能赚4、5万，您怎么才赚4、5千呀？我有的时候可能用心的程度少一些吧。那你得多跟别人学呀，要不然的话你也能赚4、5万呀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是不是真的赚了4、5万，剩下那好几万都自己藏起来了？没有，还是给你妈了呀？没有，偷偷买衣服了。对呀，要不然出去玩，或者说跟小姐妹们逛街呀什么之类都花了，买包了。哎，这点我倒是没怀疑过他。啥？这点我倒是没怀疑过的，他说残钱了什么的。替你说话呢，你还插嘴？你觉得就是被无端的这样的猜疑和质问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不舒服，不理解我，很不舒服，不理解你，相信我，对吧？对，没有看到你为这4、5千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是不是？你老公就是这样的感觉呀。你们一直在说一个问题，说夫妻2个人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沟通。其实很多现在的中年夫妻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都会反映说为什么没办法沟通。我想跟你们说的是，你们根本没有在沟通，你们只不过在相互对对方提要求，这不叫沟通。真正的沟通是我来听你有什么想法，而不是说我的想法。你们发现没？刚才你们在台上短短的这一段时间，都在相互的提自己内心的这些需求。我要你怎么怎么样，我要你怎么怎么样。男方同样也是。而真正想要做到有效的沟通，是我们去倾听对方有什么样的想法。而在夫妻关系当中，最不应该的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对对方提要求、提要求、提要求。对自己从来都是宽宏大量，算了，能躺平就躺平，干嘛那么累？可是盯着对方的时候却是你凭什么不努力？这就会让2个人心态失衡啊。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非常简单，8个字儿：各自改变，各自努力。反正这2位都是狠人啊。挺狠，真的都是挺狠的。这个，你一直听别人说他挣那么多钱吧？你看过他的软件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实际去查证过他挣多少钱，你怎么就知道他密下钱没交呢？你没有查证过呀，这不张嘴就说吗？你们夫妻俩之间都不互相信任，你光听别人道听途说的话，你从别人那听到你就已经相信的话，那你俩还过什么？干脆离了得了呗。而且还有一个。他说住在城里拉单比较多，对吧？是不是你同意的呀？是。你为什么同意啊？你不是也认定他说的话没有问题吗？在城里确实比回家我要挣得多，那是不是这样变相的在你同意的同时，也把你对每个月他的收入期待值拉高了？他交不回来这些钱，哪怕他多辛苦，你下意识得是把钱放在第1位，把辛苦放在第2位。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，带着老人，我已经把你放出去挣钱了，你拿不回来就是你的问题。我觉得你们俩人为什么说是狠人呢？